妈妈，妈妈，我为什么叫洋洋？因为妈妈给你取的名字就是洋洋，希望你阳光温暖。那多肉为什么叫多肉呢？这个问题妈妈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。那你的粉丝知道吗？你问问他们知不知道？好的，妈妈问一问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我们都养护多肉植物，那么像刚才小朋友说的，你知道多肉植物名字的由来吗？作为养多肉第2名的花花，我不允许大家天天叫多肉，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多肉。今天就给大家全方面科普一下多肉植物。1、多肉名字的由来。多肉植物亦称肉质植物，在原意上有时称肉肉、多肉。这个名词由瑞士植物学家琼鲍汉在1619年首先提出。而 succulent 其中的词根出自拉丁语 succus， 也就是枝荷叶的意思，因此多肉植物也叫多浆植物。又因为其部分品种可以开花，故也有多肉花卉的叫法。全世界共有多肉植物1万余种，在植物分类上隶属50至60多科，300多属。它们都属于高等植物，绝大多数是被子植物。依照17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的解释，多肉植物即是多水叶的植物，换言之，多肉植物仍具有标准植物之形态，而仅为叶、茎或根的肉质化而已。大部分多肉植物为适应恶劣环境所需，具有夏季休眠或冬季休眠的习性。大部分多肉属于草本植物，也有少数属于木本植物，比如龙舌兰科。而多肉又分多年生多肉或者1-2年生多肉。2、多肉的原生环境。它们大部分生长在干旱的地区，每年有很长的时间根部吸收不到水分，仅靠体内贮藏的水分维持生命。有时候人们喜欢把这类植物称为沙漠植物或沙生植物，但是不太确切。虽然多肉植物确实有许多生长在沙漠地区，但是也有不生长在沙漠的。因为大部分多肉植物生长在干旱地区，所以多肉植物进化出了特殊的注水组织，拥有肥厚的叶片或膨大的茎干或硕大的块根，所以它们的茎、叶或根具有发达的薄壁组织，用以贮藏水分。所以当它生长的地方干旱或某一时段降水较少的时候，根系无法从土壤中获得水分之时，它们就可以依靠其多汁的肉质器官来贮藏水分维持生命。3、多肉植物的定义。对多肉植物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2种解释。广义的多肉植物是指所有具有肥厚肉质茎、叶或根的植物，包括了仙人掌科、番杏科的全部种类和其他50余科的部分种类，总数达万种以上。狭义的多肉植物或多肉花卉不包括仙人掌科植物，而将仙人掌科植物专称为仙人掌类植物或仙人掌类花卉，简称为仙人掌类或掌类。之所以要分开，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习性上、栽培繁殖上有区别。目前市面上的多肉植物主要有番杏科、景天科、大戟科、龙舌兰科、罗摩科、百合科等。4、多肉的分类。多肉植物的注水组织特别发达，但它们的繁殖器官和各自科里的普通植物并无多大差别。根据肉质化部位不同，可将多肉植物区分成3种类型，即叶多肉植物、茎多肉植物、根多肉植物及块根多肉。1-2年生草本种类的多肉，在植株枯萎之前，会从株茎基部萌发新芽，繁育后代，形成新的植株。它们的形态结构不同于普通的植物，生理特征上具有多贮藏水分和减少水分蒸腾的功能，这是为了适应干旱的生长环境而形成的。某些种类生有叶片，但为了减少水分蒸发，其叶片容易脱落，光合作用主要通过绿色茎来完成。块茎状的多肉植物，茎基隐藏在土壤中，可避免冷风的吹拂或烈日的曝晒。有些种类的表皮生有较厚的角质层或附生着蜡质或绒毛，具有减少水分散失的作用。大多数种类的气孔数量远比一般植物稀少，并且深藏在表皮的凹陷处。因角质层扩散的阻力较大，所以其体内水分散失相对比其他植物少。多数种类体内的无色透明粘液或白色乳汁都含有一种多糖物质，能提高细胞液的浓度，加强耐干旱和抗逆性作用，并且在植株一旦受伤时，有迅速结膜愈合伤口的功效。多肉植物有相当一部分种类的花朵色彩丰富，白、黄、橙、红、紫、姹紫嫣红、
番杏科的大多数种类不但繁花似锦，花瓣也同样具有熠熠生辉的金属光泽，使明艳耀眼的花朵更加妩媚动人，为多肉植物王国里最为娇丽别致的一族。花的模样方姿百态，有菊花形、蒲公英形、蝴蝶形、管形、铃铛形、海星形，许多种类只需栽培1至2年就可年年开花。不同种类开出的花朵大小悬殊，大戟科大戟属的许多种类的花径只有2至3毫米，大花犀角的花径可超过30厘米。某些种类的花期较晚，需经多年精心养护才能欣赏到花的姿容。有些种类开花的形式与众不同，如龙舌兰科龙舌兰属被称为世纪植物的大型种，即使栽培几十年也难得开一次花，一旦繁花竞放，便景象壮观而烂漫。高大的圆柱形花梗，像大旗杆似的高达7至8米，顶尖上白色的铃铛形小花，多达数百朵，置身其间，令人叹为观止，呈现出绿色生命的岁月更替、草木荣枯的自然规律。多肉植物的果实没有像仙人掌类那样结成肉质浆果，除葡萄科个别种类外，绝大多数的果实既没有观赏价值，又不能食用。这下你知道多肉名字的由来了吗？我是不是帮你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呀？那就快给我点赞和关注吧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多肉科普的内容，如果有补充内容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支持我妈妈，下期再见吧。